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1928年，英国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首次从青霉菌中发现了具有抗菌效果的青霉素，从此世界便进入了抗生素的黄金时代。得益于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多种抗生素药物被陆续的研制出来，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尤其是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终于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治了。然而，功勋卓著的抗生素在近年来却屡遭媒体和百姓的非议，抗生素滥用等话题也层出不穷。那么，到底什么是抗生素？不同的抗生素会带来什么不同的副作用呢？抗生素的未来又将如何？为了能够详细解答这些问题，我会分别制作几期节目来具体讲讲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几种抗生素。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请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新视频的更新提醒了。那么本期节目，咱们先来讲一讲抗生素界的祖师爷青霉素。青霉素呢，又称盘尼西林，是指分子中含有青霉烷，能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且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杀菌作用的一类抗生素，是由青霉菌中提炼出来的。青霉素也是第一种被人类发现的抗生素，它被发现的过程其实是极其偶然的。1928年的夏天，由于天气出奇的闷热，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赖特研究中心也破例放了暑假。细菌学教授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他多年的专业科研生涯中，头一次连实验台上杂乱无章的器皿都没有收拾好，就去海边度假了。9月初，当弗莱明返回他的实验室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培养皿似乎出问题了。弗莱明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个培养细菌的器皿，取到第5个时，弗莱明失望地说道：糟了，长霉菌了。这些细菌培养皿中培养的是之前弗莱明从病人的脓中提取的葡萄球菌。经过精心的培养后，它们很快便繁殖出了大量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培养皿。当时，这些金黄色葡萄球菌会使人染上各种炎症疾病，很难对付。弗莱明就是为了能够找到杀死它们的办法，才费心地去培养。然而，由于旅行前的疏忽大意，这些培养皿中都或多或少地沾上了绿颜色的霉，有的甚至开始向器皿内大量地蔓延开来。弗莱明看到这种情景后，失望和懊恼瞬间就充斥了自己的内心。通常来说呢，培养皿受到污染而发霉后就不能用来做实验了，科学家们一般也都是一刀了之。但弗莱明却没有这样做，他要搞清楚到底是哪种霉菌在捣乱。对着光亮，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青绿色的霉斑周围出现了一圈明显的空白，原本在这里生长旺盛的大量金黄色葡萄球菌竟然全都不见了。弗莱明立即意识到，培养皿中可能是出现了某种了不起的东西，能够抑制住凶猛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很快，弗莱明便发现，这些霉斑中存在一种青绿色的霉花，可以在短时间内杀死金黄色葡萄球菌、白喉菌、炭疽菌、链球菌、肺炎球菌等。1928年9月15日，弗莱明在圣玛丽医学院公布了他的发现。1929年2月13日，弗莱明向伦敦医学俱乐部提交了论文，阐述了青霉素的效用、安全性和医学前景。随后便被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然而，由于化学提纯技术在当时并不发达，
弗莱明也仅仅提取到了少量的青霉素结晶，杂质较多，性质不太稳定，效果也不如他宣称的那样理想。因此，这一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几年过后呢，澳大利亚的一名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博士组织了一批科学家们，专门研究溶菌酶。1935年，29岁的生物化学家厄斯特·钱恩博士也加盟进来，一同研究溶霉菌的作用。很快呢，这个科学家小队便发现了在某些细菌中存在的抗菌成分，转而开始大力研究起抗菌物质。1939年时，钱恩等人在检索过去的文献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弗莱明在10年前就发表过的关于青霉素的文章。他们当机立断，立刻就把全部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对青霉素的研究上来。几个月后，钱恩和弗洛里在牛津的实验室中发现了一株青霉葡萄球菌氧化酶培养物，和当初弗莱明首次发现的青绿色酶花样物质一模一样。到了年底，钱恩和他的队伍终于成功地分离出了黄色青霉素粉末，并将它们提纯作为药剂使用。经过实验，科学家们发现这些青霉素的粉末即使稀释了3000万倍，依然具有强烈的抗菌作用，比当时最厉害的磺胺效果还要好很多倍。1940年，在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后，钱恩和弗洛里便将他们对于青霉素的再次研究成果发表在著名的《柳叶刀》杂志上。文章一经发表，便震惊了世界。然而最受震撼的就是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了。10年以来，即使当初青霉素被打入了冷宫，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关注，弗莱明依然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科学界对于各种抗菌物质的研究动向。在看到了钱恩和弗洛里的研究报告后，弗莱明难掩心中的激动，迅速动身赶赴牛津，他要亲眼见见这2位杰出的科学家。在这次会见中，弗莱明丝毫没有保留，除了向钱恩和弗洛里解释了自己最初做实验时的诸多细节，还将自己培养多年的青霉素产生菌送给了他们。利用这些产生菌，2人很快便培养出了更加强效的青霉素菌株。1941年初，当地一位警官不小心划破了脸，而后由于伤口感染患上了败血症。钱恩和弗洛里得知消息时，警官已经全身化脓，体温高达41度。医生们尽管使用了大量的磺胺药物，也无法有效地阻止他全身的感染。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医生们也都束手无策了。于是钱恩和弗洛里便向院方提议，不如就孤注一掷，试一试他们的新药青霉素。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医院同意了他们的提议。于是钱恩和弗洛里带着他们所有的青霉素来到了这位警官的病床前，每3小时为他注射一次青霉素。不到24小时，奇迹便发生了。病人的全身感染速度开始明显的放缓。2天后，病人的体温开始下降，脓肿也消退了不少。然而，由于当时钱恩和弗洛里的队伍仅仅剩下1汤匙的青霉素，很快就用完。没有了药，警官的病情又开始急转直下，很快就因为全身感染而死亡。虽然最终还是没能拯救这位病人的性命，但是在用药的过程中，青霉素所展现出来的积极抗菌效果还是相当的激动人心的。后来钱恩和弗洛里又在非洲战场上测试了青霉素的效果，结果也再次表明青霉素的抗菌效果是相当的显著的，并且没有什么明显的毒性。经过了这些实验，钱恩等人也对青霉素有了更加深入的临床理解，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意识到了他们正在面临着的一个困境。
那么至于这个困境是什么，以及后来青霉素遭受到的各种质疑和非议，由于篇幅限制，咱们就只能留到下半期节目再做解释了。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